從沒見過這麼炸裂的木屋建造。男人為了給妻子一個溫馨的家，不惜砍下上百棵百年雲杉樹，花費1坤年時間建造豪華木屋，一躍成為全村最靓的仔。之前帕特已經将壁爐給修葺完成，為了讓其看起來更加充滿藝術感，帕特決定去物色些石塊用來做裝飾。他們開着車一路翻山越嶺，在半山腰發現了一間倒塌的石屋，這不就是現成的免費石材市場？於是他們立即撿了滿滿一後備箱。儘管石塊很重，但好在他們的車子經受住了考驗。第二天，帕特又開着他的拖拉機到山裡進貨，這一次他們直接裝了滿滿一車斗。回到家就立即開始了壁爐的裝飾工作。對於砌磚，帕特並不是很拿手，好在有父親在一旁進行技術性指導，他很快就掌握了修砌石牆的要領，其實就是要将不規則石塊組合堆疊，從而在壁爐的外側修砌一圈石牆。嚴謹的帕特依然非常的嚴謹，每往上壘砌一個石塊，都需要用水平尺精準測量，絕不能有1毫米的誤差。在水泥半乾不乾時，還要及時的對縫隙進行美化處理，然後再繼續往上修砌石牆。有時他的貼心小棉袄也會來幫到忙。這時候的帕特滿眼都是對女兒的寵溺。隨着裝飾壁爐的石牆給修砌完成了，帕特立即進行點火測試，看着火焰在爐膛內歡快跳動，室內也變得溫暖起來。之前帕特已經給屋頂填充了保溫材料，在密封之前還需要先裹上一層塑料膜，防止內部的羊毛吸收水汽後变得發霉發臭。完事後就可以拿来木板進行密封，这种木板自带气口，安裝時只需對準卡槽拼接起來，再用氣釘槍固定好即可。接着帕特開始搭建1樓的牆體，只見他先用方木構建出框架，而後就可以開始對牆體進行密封。由於帕特和妻子都不喜歡石膏板，所以他們選擇的是這種爆花板，夾層中間還需要嵌入保溫材料。照我說，還不如直接出去租個房子。畢業租房壓力大，推薦58同城找房東直接租，零中介費，省錢省心。完事之後就可以給牆體進行刮灰，為了防止牆體開裂，上面還要貼上一層網格布。經過這段時間的施工，帕特刮灰的手法愈加純熟，有時候妻子也會來給他打下手。其實主要目的是過來看看這小子有沒有在磨洋工。有了妻子的輔助，刷牆的效率直接乘以10倍速。別說這木屋搭配上白色的牆體，看起來還挺高級。隨着室內牆體的搭建完成，終於可以開始鋪設地板。帕特選用的是這種8毫米厚的橡木板，在鋪設之前，需要先往水泥地面刮上一層地板膠，之後就可以將木板直接給粘貼上去。這是一項既耗時又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。這時候小女兒又過來給他幫到忙，帕特依然非常的耐心，一邊幹活一邊享受難得的親子時光。有家人的陪伴自然輕鬆愉快，但孤軍奮戰才是常態。閒暇之餘，帕特喜歡一個人到野外踏青。這天他發現了一棵被風吹倒的大樹，於是便回到家帶上工具前來收屍。他先將樹根上的泥土大致清理，樹根的形狀非常的奇特，正好可以用來作為樓梯的裝飾。於是帕特便掄起油鋸開始切割，而後再裝上拖拉機給帶來回去。回到家後，帕特立即拿來工具，將樹根上的雜質和樹皮給清理乾淨，之後再用砂輪對樹根進行拋光處理，讓原木表面看起來更加的光滑。完事後就可以搬到室內，放置在樓梯口用來做装飾。接着帕特找來幾根木樁，用電報機將表面給處理乾淨，讓其恢復原木本身的紋理，然後就可以拿回室內，用於搭建樓梯平台。他們將木樁支棱在4個角作為立柱，中間用來放置之前加工好的樹根。調整好高度和距離之後，就可以拿來事先制作好的木框給架設上去。最後再打上螺絲釘，將整個框架給固定擰緊，就得到了一個精美的樓梯平台框架。樓梯的支撐自然也是要用實木打造。只見帕特拿來落葉松木板，根據模具在上面一一的開出踏步的卡槽，接着再拿來木板，分別加工出樓梯的踏步。每一塊木板的兩側都根據支撐的凹槽加工出榫口。在開始組裝之前，還需要先對木板進行精細的打磨，然後抹上一層木蠟油，不僅使得木板看起來更有光澤，還能起到防腐防蟲的作用。完事後就可以開始組裝樓梯。由於這項工作比較費勁，帕特只能找來朋友幫忙。安裝好之後，這實木樓梯看起來真的非常的高級。為了讓樓梯看起來更加充滿藝術氣息，
他們還用樹根制作了一個吊燈，這效果簡直絕了。为了让入戶玄關看起來不會太單調，帕特決定對其裝飾一番。只見他先切割了一些木條，然後再用氣釘槍把木條釘在牆上。隨着白牆逐漸釘滿木條，這個玄關的逼格立馬提升了好幾個檔次。之後再給換上一張全新的門板，接下來就到了家具入場的環節。最重要的就是要給妻子安排一個寬敞的廚房，而後再將其餘的家具給安排到位。經過幾年努力，在親朋好友的祝福下，他們終於喬遷新居。